人类是地球的第一个文明吗？不，没找到不代表不存在。请注意，本视频耗时3个月制作，总时长1小时。你可以点赞或收藏后台播放，找一个放松的姿势，准备入睡了。或许你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之前，地球是否曾经孕育过其他智慧文明？他们或许建造过宏伟的城市，发明过精妙的机器，甚至曾经像我们一样仰望星空，思考自己的存在。你脚下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粒沙粒，都见证过远比我们更加久远的故事，只是不曾有人倾听。这并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们已经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了太久太久。一部分人认为，地球40多亿年的历史上只诞生了我们这一个文明，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史前文明的确凿证据。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用更加开放的眼光去审视地球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证据缺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地球就像一个记忆力严重衰退的老人，他已经忘记了太多太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穿越时间的旅程。我们会从地球最古老的岩层出发，沿着40多亿年的时间长河逆流而上，去探寻那些可能被永远掩埋的秘密。我们会一起思考，如果真的存在过比人类更加古老的文明，它们为什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会看到，地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毁灭又不断重生的怪物。它用自己的方式抹去一切，又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可能。最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没有找到史前文明遗迹的事实，恰恰证明了人类文明存在的珍贵与偶然。在这个夜晚，让我们一起放下所有的焦虑与疲惫，闭上眼睛，让思绪飘向那遥远的过去。在那漫长的40多亿年里，地球究竟经历过什么？那些可能被遗忘的文明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让我们开始吧。第1章：地质层的沉默证词。要理解为什么我们很难找到史前文明的痕迹，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地球自己的故事。这是一颗怎样的星球？它如何记录自己漫长的历史？而那些记录又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从地球的诞生开始说起。大约45亿年前，我们的家园还只是一团炽热的尘埃和气体。在那个被科学家称为冥古宙的时期，地球表面温度极高，没有任何生命，也没有任何固态的岩石。整个星球就像一个巨大的熔岩海洋，不断遭受着小行星和彗星的猛烈撞击。那时的地球简直就是一个地狱般的世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存活。然而，正是这种极端的环境塑造了地球最初的面貌，也为我们今天寻找远古文明的痕迹设置了第一个巨大的障碍。在冥古宙时期，地球经历了科学家所说的晚期重轰炸，无数小行星如同雨点般倾泻而下，每一颗都携带着毁灭性的能量。这些撞击不仅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地貌，更重要的是，它们像一台巨大的粉碎机，不断摧毁着地球表面可能保存下来的任何早期印记。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沙滩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不断有海浪冲刷过来，不断有人从上面走过，用不了多久，你的字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地球遭受的撞击
比这要猛烈成千上万倍。科学家们用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比喻来形容地球早期的历史。地球就像一块不断被海浪冲刷的沙滩，每隔几亿年就会把所有脚印抹平重写。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地面，实际上是最近一次抹平之后的结果。在那之前的一切几乎都被永远地埋葬在了地球的深处，或者随着板块运动沉入了地幔之中。说到板块构造运动，这可能是地球最具破坏性的自然力量之一。你可能知道，地球的表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外壳，而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板块组成的。这些板块漂浮在炽热的地幔之上，不断地缓慢移动着。这种移动的速度非常缓慢，每年只有几厘米。但是请不要被这个数字迷惑了，因为时间足够长，几十亿年的时间，这种微小的移动累积起来，就产生了惊人的力量。板块运动就像一台巨大的碎纸机，地球内部的热对流不断撕裂、移动，吞噬地表的一切。当两个板块相互碰撞时，一方会被另一方压到下面，陷入地幔之中，在那里被高温高压彻底融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地球表面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今天你脚下的土地可能在几亿年后就会沉入地下，被地幔吞没。那些曾经矗立在大地上的山脉，那些曾经流淌在大地上的河流，都可能在板块运动的作用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把地球的历史压缩成一天24小时，那么板块运动就好比是这一天里不断吹拂的风，它一刻不停地改变着地表的容貌，让任何试图在地球表面留下永久印记的努力都变得徒劳。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真的存在过比人类古老得多的文明，他们留下的任何建筑、任何道路、任何人工制品，都可能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被彻底摧毁。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近一些的时期，寒武纪之前的埃迪卡拉纪。大约在6亿年前，地球上的生命开始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化石记录却极度稀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复杂的生物需要更加苛刻的条件才能形成化石。想象一下，一只小小的昆虫掉进水里，被泥沙迅速掩埋，经过数百万年的高压作用，才能变成一块化石。这个过程需要太多的巧合，生物要在正确的时间死在正确的地方，然后要被迅速掩埋，还要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不被破坏。事实上，科学家估计，一个生物物种变成化石的概率约为10亿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化石，只是曾经存在过的生物中的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生物，它们曾经活过，曾经在这个星球上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但是它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这就引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如果连普通的生物都很难留下化石，那么智慧文明的痕迹呢？一个文明建造的城市使用的工具、留下的垃圾，所有这些在地质时间尺度上都是极其脆弱的存在，它们需要面临风化、侵蚀、板块运动、生物分解等等无数种破坏力量。而时间哪怕只是短短的几百万年，就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工制品消失得无影无踪。地球不是一本保存完好的史书，而是一本被撕毁重写无数次的草稿。我们今天读到的只是最后一页的残片。这就是地质记录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地球的记忆力非常糟糕，它忘记了冥古宙的撞击，忘记了埃迪卡拉纪的生命，
甚至忘记了几亿年前曾经统治这个星球的恐龙。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关于地球历史的一切，都只是从那些极其稀少、极其珍贵的化石和岩石记录中推断出来的。而这些记录能告诉我们的，其实远比我们希望知道的要少得多。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如果在人类文明之前真的存在过另一个技术文明，一个可能比我们早几亿年、几十亿年的文明，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痕迹？毕竟地球已经忘记了太多太多，而我们就像是一个在废墟中寻找前人足迹的孩子，面对着无边无际的沉默，却期望从中读出曾经的故事。第2章，文明的时间尺度。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即使真的存在过比人类早很多年的智慧文明，他们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消失的速度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让我们先来玩一个思维实验，想象一下，如果把宇宙137亿年的历史压缩成1年，会发生什么？在这样一个宇宙日历中，宇宙从1月1日开始，大爆炸发生在那一天，而我们的银河系大约是在3月形成的，太阳系在9月才开始形成，而地球在9月中旬就已经诞生了。如果继续往下推，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现代人类只在12月31日晚上11点59分46秒才出现。换句话说，我们人类在宇宙的历史中连1秒都不到。这就是时间的可怕之处。我们以为漫长的历史在宇宙的尺度上可能只是一瞬间，我们引以为傲的5000年文明史，如果放在地球45亿年的生命史中来看，简直就是沧海一粟。而如果再放到整个宇宙的时间尺度中，那更是微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存在一个比人类早10亿年的智慧文明，他们留下的任何痕迹在地质时间尺度上都是像昨天才消失的。10亿年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可能太大了，大到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它的含义。让我试着帮你建立一些直觉。想象一下，假设一个文明在1亿年前达到了我们现在甚至超过我们的科技水平，他们建造了城市，发展了工业，甚至可能发射了航天器。1亿年这个时间足够让所有的城市风化成尘土，让所有的金属锈蚀成粉末，让所有的塑料降解成微粒。1亿年后，地球上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它们的痕迹吗？可能有一些被深深埋藏的核废料，有一些被沉积岩包裹的垃圾层，有那么一些元素异常的地层，暗示着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工业文明。但是这些痕迹是那么微弱，那么模糊，以至于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很可能会完全忽略它们。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业文明留下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塑料。塑料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用它来包装食物，制造工具，建造房屋。我们每年生产数亿吨塑料，这些塑料进入海洋，进入土壤，进入食物链。我们曾经以为塑料是永恒的，但实际上塑料需要大约20万年才能完全降解。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请把它放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来看看。20万年相对于5亿年的地质尺度，这简直就像是一瞬间。想象一下，你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然后用橡皮擦轻轻擦了一下
20万年对5亿年，大约就是这种比例。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今天在地球上留下了大量的塑料制品，在几百万年后，这些塑料可能就已经被自然分解的差不多了。届时，地球的地质记录中可能只会有一些微小的化学异常，暗示着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大量使用有机聚合物的文明，而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最永恒的痕迹了。让我们再用另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你在厨房里留下了一块面包屑，然后期待这块面包屑能够保存到1亿年后，让那时候的考古学家来发现它。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实际上，人类文明在地球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大约就是这种概念。我们用混凝土建造我们认为永恒的建筑，用钢铁制造我们认为坚固的工具，用石油驱动我们认为不可或缺的文明。但是，在地球45亿年的生命史面前，我们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是那么短暂，那么脆弱。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一个领先我们10万年的文明，如果已经离开地球，或者已经自我毁灭，它们的存在证据可能比恐龙灭绝更加无影无踪。恐龙统治了地球1亿6千万年，它们留下了大量的化石，霸王龙的骨骼、三角龙的角、恐龙的蛋，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证据。但是，如果一个技术文明在10万年前繁荣起来，然后因为某种原因消失了，他们能留下什么？他们的城市会被风化，他们的金属会锈蚀，他们的塑料会降解，他们的核废料会衰变到与背景辐射无法区分。10万年在地质记录中只是一瞬间的事，而10万年的时间足够让几乎所有人工制品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史前文明的证据，就断言它们不存在，这是一个危险的逻辑。因为找不到证据，可能有很多种解释，可能是因为证据已经被彻底销毁了，可能是因为证据隐藏在我们还没有探索的地方，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在地球45亿年的生命史面前，你引以为傲的5000年文明史短得可怜，就像用显微镜看一场风暴，你以为看到了全部，其实连一滴雨都不曾看清。这就是时间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文明是脆弱的，而时间是无情的。我们以为永恒的东西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可能只是一瞬间，我们以为坚固的东西在自然力量面前可能只是尘土，我们以为不会消失的东西可能在我们眨眼之间就已经被彻底遗忘。这就让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如果在人类之前真的存在过其他文明，他们最有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消失？他们可能遭遇了小行星撞击，遭遇了超级火山喷发，或者遭遇了气候突变。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可能被自己的文明所毁灭。核战争、环境崩溃、人口爆炸、资源枯竭，这些威胁并不遥远，它们就在我们身边。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话题。第3章，磷元素的星际漂流。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时间对文明的侵蚀作用。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生命的起源，探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智慧生命在宇宙中出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大约24亿年前的那个关键时刻——大氧化事件。
在地球诞生之初的大约20亿年里，地球的大气中几乎没有氧气。那时的地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海洋是绿色的，因为里面充满了铁离子。大气中充满了甲烷和氨气，而没有我们今天呼吸的氧气。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燃烧，因为没有氧气来支持燃烧过程。然后奇迹发生了。大约24亿年前，一些 microscopic 的生物，可能是蓝藻，开始了一种叫做光合作用的化学反应。它们利用阳光的能量，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糖和氧气。这是地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化学革命。因为氧气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气体，它会与许多物质发生反应，改变整个地球的面貌。但是大氧化事件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花了大约20亿年的时间。氧气从最初的微量慢慢积累，最终达到了我们今天呼吸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生物因为无法适应氧气而灭绝，只有那些学会了呼吸，利用氧气来获取能量的生物，才能在新的世界中生存下来。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复杂生命的出现需要多长时间的准备？从地球的历史来看，这个准备期是惊人的20亿年。在这20亿年里，地球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不断调试着自己的化学配方，直到终于准备好了接待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让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个过程。想象一下，你的家里有一间巨大的厨房，但是这间厨房已经停电了20亿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厨房里只有一些最基本的食材，但是没有电力，没有燃气，没有现代化的厨具。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不可能做任何复杂的菜肴。然后有一天，电路终于修好了，但是厨房里又花了几亿年的时间来安装各种设备，准备各种调料。最后，在最近的几亿年里，这间厨房才开始能够接待能够烹饪复杂菜品的厨师。地球准备好接待文明厨师的时间，可能只有最近几亿年。在那之前的40亿年，厨房甚至还没有通电。这就是厨房与厨师的比喻。地球用40亿年来准备舞台，然后用6亿年来彩排，最后才请来了我们这些蹩脚的演员。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另一个关键的因素——磷元素。磷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DNA 的双螺旋结构需要磷， ATP 细胞的能量货币需要磷，细胞膜的构成也需要磷。没有磷就没有生命。但是磷在宇宙中的丰度是非常低的。想象一下，一家餐厅的食材仓库里，大部分的空间都堆放着各种杂物，而磷这种对生命来说最重要的食材只剩下最后几项。这就是宇宙中磷元素的现状。虽然磷是宇宙中相对常见的元素之一，但是它的实际可用性，能够被生命直接利用的形式却是非常有限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磷元素瓶颈。生命的出现和发展需要大量的磷，而这些磷必须以正确的形式存在。在40多亿年前的地球上，磷主要以不溶于水的矿物质形式存在，无法被生物直接利用。只有在特定的化学条件下，这些条件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形成，磷才能被解放出来，成为生命的原料。这就让我们重新思考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一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宇宙中存在大量的外星文明，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证据？传统的解释有很多，他们不想联系我们，他们已经灭绝了，他们在我们无法探测的地方。但是这些解释都假设
智慧生命在宇宙中是相对常见的，但是也许费米悖论的答案更加简单，不是外星文明不存在，而是地球准备好接受文明的时间可能才刚刚开始。想想看，地球花了40亿年来准备自己，才终于在最近几亿年里积累了足够的氧气和磷，支撑起复杂生命的演化。而人类，我们这个所谓的高级智慧生命出现的时间更是只有几十万年，在宇宙的时间尺度上，这简直就是一个瞬间。生命不是宇宙的默认设置，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奇迹。地球用40亿年准备舞台，然后用6亿年彩排，最后才请来了我们这些蹩脚的演员。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如果智慧生命的出现需要如此苛刻的条件，那么宇宙中究竟有多少星球能够满足这些条件？而在这极少数符合条件的星球中，又有多少能够真正发展出智慧生命？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我们不是宇宙的必然，而是宇宙的偶然。我们能够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能够在这里讨论我们是否是地球的第一个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奇迹。这就让我们进入下一章的讨论。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文明，他们留下的痕迹为什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第4章，消失的文明指纹。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生命出现的苛刻条件。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明本身，探讨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高度文明留下的痕迹具有什么样的自我毁灭属性？要理解文明痕迹的脆弱性，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自然界有哪些力量可以摧毁人类文明的遗产。答案是非常非常多。让我们从第一种可消失性开始，有机物质的自燃和分解。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它们已经存在了4500年。但是金字塔还能存在多久？科学家们估计，在风化和侵蚀的作用下，金字塔可能在几千年后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而如果遇到强烈的地震或者人为破坏，它们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消失。至于木质建筑，我们文明中最常见的建筑形式，它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就会化为尘土。即使是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比如日本的古刹，能够保存1000年以上，已经是奇迹了。塑料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发明之一，我们曾经以为它是永恒的，但是塑料真的能够永久保存吗？答案是不能。塑料需要大约20万年的时间才能降解。在这20万年里，塑料会逐渐变脆、碎裂，最终分解成微小的颗粒，进入环境，进入食物链。20万年，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在地域时间尺度上，这只是一瞬间。这就引出了第2种可消失性：金属的氧化还原。铁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金属之一，我们用它来建造房屋、桥梁、工具、车辆。但是铁是一种极其活跃的元素，它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变成铁锈。铁锈是一种松散多孔的物质，它不能保护下面的金属，反而会加速金属的腐蚀。一把普通的铁刀，如果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可能在几年内就会完全锈蚀。即使是在干燥的环境中，铁器也可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变成一堆锈迹。铝是另一种常见的金属，铝制品看起来坚固耐用，但是在自然界中，铝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活泼的元素。
铝在自然界中总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比如氧化铝。要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铝，需要大量的能量。铝制品在自然界中会逐渐还原回氧化铝的状态，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万年的时间。至于更活泼的金属，比如钠、钾，它们在自然界中几乎无法稳定存在，这就引出了第3种可消失性：核废料的衰变。核武器是人类最强大的发明，也是最危险的发明。核废料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的衰变期有的很短，有的很长。比如铀负235的半衰期是7亿年，钚负239的半衰期是24000年。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文明留下了大量的核废料，这些废料在最初的几千年里会发出强烈的辐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辐射会逐渐减弱。大约10万年后，这些核废料的辐射水平可能就与自然界中的背景辐射无法区分了。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史前文明在10万年前发展出了核技术，并且留下了大量的核废料，这些核废料在最初的几千年里会是一个明显的异常，辐射水平远高于周围的环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只需要10万年，它们就变得与普通岩石无异了。这就引出了第4种可消失性：信息存储介质的脆弱。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用硬盘、U 盘、光盘来存储大量的信息，但是这些存储介质的寿命是有限的。硬盘的机械部件会磨损老故障，光盘的反射层会降解， U 盘的闪存芯片会丢失电荷。即使是最稳定的存储介质，也很难保存超过100年的时间。纸张是我们最常用的信息载体之一，但是纸张会老化，会发霉，会被虫蛀。一本普通的书籍，如果妥善保存，可能保存几百年，但是如果暴露在潮湿、光照、虫害的环境中，可能几十年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只有岩石上的刻痕能够保存得比较久，但是岩石也会风化，也会开裂，也会随着板块运动沉入地下。即使是刻在岩石上的文字，也很难保存超过几万年的时间。这就引出了第5种可消失性，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种：文明的自毁倾向。人类文明只有1万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已经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发展出了足以毁灭自己的武器。核武器、基因工程、气候工程，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同时也可能是人类毁灭的导火索。想象一下，一个领先我们1万年的文明，他们可能发展出了更加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也可能带来更加巨大的风险。一个不负责任的决策，一个技术故障，一次环境灾难，都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整个文明归零。事实上，人类文明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核战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杀死数十亿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和物种灭绝，人工智能可能发展出脱离人类控制的能力，小行星撞击可能在瞬间抹除地面上的一切。这些威胁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在短短的1个世纪内，甚至更短，让我们从地球表面消失。文明最擅长的技能不是建设，而是遗忘。我们用混凝土建造永恒，然后用石油驱动健忘，最后用时间抹去一切。这就是文明痕迹的5种可消失性：有机物质会分解，金属会锈蚀，信息存储介质会失效，核废料会衰变到无法检测，而文明本身可能自我毁灭。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发现史前文明的痕迹变得极其困难。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果真的存在过比人类古老的文明，他们最有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留下痕迹，又有哪些因素可能导致这些痕迹消失？让我们在下一章中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第5章，地质记录的概率游戏。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文明痕迹的脆弱性。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方向，地质记录本身的可能性。要理解为什么找不到证据不等于不存在，我们需要了解化石记录到底有多不完整。地球的地质记录就像一座被反复火灾摧毁的图书馆，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某几个书架上残存的几十页纸。这个比喻并不过分，让我们来看看数字。地球的表面大约有5亿1000万平方公里，但是在这5亿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不到1%的地区能够形成良好的化石，绝大多数地区要么是岩石被严重侵蚀的地区，要么是根本没有沉积岩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即使曾经存在过生命，也很难留下化石。为什么化石如此难以形成？让我们来想象一个生物死亡的过程。这个生物必须死在正确的地方。如果它死在沙漠中，它可能会被风沙掩埋，但是沙漠中的沉积速率太慢，生物的遗骸可能在掩埋之前就已经被破坏了。如果它死在深海中，它可能会沉入海底，但是深海的沉积速率更慢，而且海底的物质会被板块运动拖入地幔。如果它死在陆地上，它必须被迅速掩埋，否则食腐动物会吃掉它的遗骸，而细菌会分解它的组织。即使它被迅速掩埋，它也必须经历数百万年的高压作用才能变成化石。一个生物物种变成化石的概率约为10亿分之一。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化石只是曾经存在过的生物中的极小一部分。想象一下，你买了一张彩票，然后期待中10次投奖，这就是化石形成的难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个现象。大约在5亿4千万年前，复杂生命似乎突然出现了，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这看起来像是生命史上的一个奇迹，生命在一夜之间变得复杂起来。但是这可能只是化石记录的偏见。更早的生物，那些软体的没有坚硬外壳的生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它们可能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亿年，但是它们的存在证据已经被时间彻底抹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生命大爆发可能只是一个假象，只是因为从那个时期开始，生物才开始有足够坚硬的部分来形成化石。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如果连普通的生物都很难留下化石，那么智慧文明的痕迹呢？智慧文明的存在需要更加苛刻的条件。一个文明，即使它们存在过，能够留下可供我们发现的可辨认痕迹的概率，可能比单个生物形成化石的概率还要低得多。为什么？因为智慧文明的特点就是他们会利用周围的资源来建造自己的世界。他们使用的材料、金属、塑料、混凝土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这些人工合成物质的出现本身就是文明的标志，但是这些物质的量相对于整个地球来说是极其微小的。
它们被分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被掩埋在沉积物的深处，被风化、被腐蚀、被时间分解。这就好像是在一堆沙子中寻找几粒特定颜色的沙子。理论上，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工具，你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是极其困难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对史前文明的搜索可能遗漏了多少可能性。我们专注于寻找那些明显的痕迹，比如金字塔、巨石阵、古代城市，但是如果史前文明根本没有建造这些东西呢？如果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技术，留下了不同类型的痕迹呢？如果他们的文明延续时间很短，或者他们活动的范围很有限呢？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也许史前文明确实存在过，他们确实留下了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已经被时间彻底抹去了。我们今天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他们存在过的证据，因为时间太漫长了，因为地球太善忘了。地球的地质记录不是一个诚实的史官，而是一个喝醉的抄写员。他偶尔记下几笔，然后撕掉大部分，再把剩下的扔进火里。这就让我们进入下一章的讨论。我们对文明的认知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第6章，文明幸存者偏差。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可能本身就存在偏见。想象一下，你在一艘沉船上发现了一群老鼠，这些老鼠是淹死的吗？不一定，它们可能是从其他船上游过来的，它们可能是被浪冲上来的，它们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排除，它们不可能是乘坐这艘沉船沉到海底的，因为如果它们能乘坐沉船，它们就不会被淹死。这个沉船上的耗子的比喻可以很好地说明幸存者偏差的概念。我们只看到了那些成功的案例，而忽略了那些失败的案例。在文明的问题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样本只有一个：人类文明。这就是最极端的幸存者偏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对文明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理解，可能完全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我们以为文明会不断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然后持续存在。但是也许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也许文明的正常命运就是很快消亡。只有极少数的文明，也许只有我们恰好存活到了能够思考这个问题的程度。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人类文明可能正在走向消亡。让我们来看看人类文明面临的威胁：核战争、小行星撞击、超级火山喷发、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病、人工智能失控，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的科幻情节，而是真实存在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在短短的1个世纪内，甚至更短，让人类文明从地球表面消失。想象一下，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这样的撞击在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最近的一次导致了恐龙的灭绝。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今天，它可能在瞬间杀死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包括人类。撞击产生的尘埃会遮挡阳光，导致核冬天，让全球气温骤降，农作物失收，饥荒蔓延。即使有少数人能够在避难所中存活下来，人类文明也很可能倒退数千年，甚至完全消亡。
或者想象一下气候变化的极端情况，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极端天气频发导致农业崩溃，冰川融化，释放出远古的病原体。这些变化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它们可能在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内改变地球的面貌，让人类文明无法继续维持。这些场景听起来可能令人恐惧，但是它们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类文明只有1万年的历史，而我们已经发展出了足以毁灭自己的力量。这本身就说明技术文明的存在可能是极其短暂的，这就引出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概念——盖亚反馈。盖亚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和地球的环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生命通过调节大气中的气体成分，调节全球温度，调节海洋的化学平衡，创造了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这个系统经过了数十亿年的演化，已经非常稳定，但是它也非常脆弱。技术文明的存在可能会破坏这个平衡。我们燃烧化石燃料，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我们砍伐森林，破坏湿地，减少了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我们排放各种污染物，毒化了空气和水源。这些活动可能在短短的几百年内破坏地球数十亿年来维持的平衡。这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客人闯进了音乐厅，他不知道每一件乐器的作用，不知道每一种声音的意义，他只是出于好奇或者无聊，动手乱动了一些按钮。结果，整座音乐厅的声音变得刺耳难听，最后他可能一怒之下砸坏了整座音乐厅。技术文明可能就是那个不懂音乐的客人。我们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了足以改变地球气候的力量，但是我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后果可能一无所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观察者效应。只有活下来的文明才能思考为什么没有其他文明这个问题。那些已经消亡的文明已经永远沉默了，他们不可能向我们发送信号，不可能留下警告，不可能告诉我们小心。我们就是这样消失的。我们就像是在一片黑暗的海洋中漂浮的唯一一艘小船，我们不知道周围还有没有其他的船，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灯光。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们自己还在漂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船不存在，只是意味着它们可能已经沉没了，连灯光都熄灭了。人类是宇宙中最危险的动物，不是因为我们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愚蠢到足以在20分钟内毁掉自己40亿年的进化成果。这就是幸存者偏差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是唯一活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文明。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技术文明的存在可能是极其稀有的事件。也许宇宙中曾经存在过数百个甚至数千个技术文明，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消亡了，只留下了极其微弱的痕迹。而我们恰好是那个幸运的文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毁灭自己。这就让我们进入最后一章的讨论，从绝望到敬畏。第7章，从绝望到敬畏。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人类是地球的第一个文明吗？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人类之前，地球上曾经存在过其他技术文明。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无法解释的古代遗迹，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人工成制品，
没有发现任何暗示着史前工业活动的化学异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能是地球的第一个文明，至少是我们能够探测到的第一个文明。但是，这个答案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发现证据，并不等于证据不存在。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地球的地质记录极其不完整，文明痕迹极其脆弱，而且文明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极其短暂的存在。如果在人类之前的几十亿年里，真的存在过数百个技术文明，我们可能一个都发现不了。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敬畏的结论：如果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上真的存在过数百个技术文明，而我们一个都没发现，这说明技术文明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中最稀有的事件。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地球用了45亿年的时间，才终于准备好了接待我们。在这漫长的准备过程中，任何一点偏差，如果小行星撞击更频繁一些，如果板块运动更剧烈一些，如果大气成分稍有不同，都可能让地球永远无法产生智慧生命。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手，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创造力，都是几十亿年的偶然事件的产物。这就好像是在撒哈拉沙漠中寻找一颗钻石，这颗钻石的存在不是因为它特别，而是因为周围的沙子太多，而钻石太少。在宇宙的沙漠中，地球文明就是那颗唯一的钻石。它的珍贵不是因为它特别，而是因为它极其罕见。这就让我们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我们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存在？但是，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竟然存在这个事实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生命不是宇宙的必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奇迹。我们不是宇宙的默认设置，而是宇宙的偶然。我们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时间的礼物。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与其追问为什么没有外星人，不如庆祝我们竟然存在。想想看，在宇宙137亿年的历史中，地球只用了45亿年就产生了智慧生命。但是这45亿年的准备需要无数个偶然事件的叠加。太阳的大小要恰到好处，地球的距离要恰到好处，月亮的存在要恰到好处，大气成分要恰到好处，板块运动要恰到好处，生命演化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恰到好处。任何一处偏差都可能导致一个没有智慧生命的星球。而且，即使有了这些条件，智慧生命的出现仍然需要更多的偶然。一个有效的 DNA 系统，一次成功的能量代谢，一个能够使用工具的手，一个能够思考问题的大脑，每一个进化都是1/1000的偶然。最后，即使智慧生命出现了，技术文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只用了不到1万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了核武器和人工智能，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几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学会如何安全地使用这些力量。在这之前，任何一个错误的决策都可能让我们从地球上消失。而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能够思考这个问题，能够感受这个宇宙的奥秘，能够体验生命的美好与痛苦，这本身就是一个概率为0的奇迹。连续中1000次彩票头奖，这个概率已经小得无法想象了。但是，与人类文明出现的概率相比，这还算不了什么。我们就是那样一个彩票赢家，不是1次，而是1000次、1万次，
甚至更多。所以，当你下次仰望星空的时候，当你下次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你不是宇宙的必然，你是宇宙的偶然；你不是普通的一员，你是珍贵的奇迹。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在宇宙眼中，人类文明不是普通的文明，而是一场概率为零的奇迹。我们不是宇宙的必然，而是宇宙的偶然；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时间的礼物。现在，让我们带着这份敬畏进入梦乡。在这个夜晚，我们不再害怕孤独，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浩瀚的宇宙中，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这本身就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不再焦虑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晚安，愿你在梦中继续这场跨越时空的旅行。